现代台湾人每天接触的食品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食品添加物。我们或许以为只要精挑细选标榜天然无添加的产品，就能躲过化学物质的伤害。但残酷的事实是，我们可能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慢性中毒。更令人震惊的是，有食安专家警告，凡是看到包装上写着不含防腐剂的食品，千万别买。为什么这句看似健康保证的标示，反而成了最该小心的陷阱？接下来，我们将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抽丝剥茧，揭开台湾食品添加物乱象与慢性中毒的真相，让您了解自己每天吃下的究竟是什么，并教您如何保护全家人的健康。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走进超市，许多人专挑写着不含防腐剂的食品，以为这就是健康无虞的象征。然而，食品安全权威文长安教授却语出惊人地指出，如果食品包装上写不含防腐剂，最好就不要买。这番话颠覆了大众直觉，背后原因正是台湾食品标示与法规中的灰色地带。首先要了解的是，不含防腐剂并不代表食品没有添加其他延长保存期限的物质。根据台湾法规，目前列管的防腐剂只有24种，只要使用这24种之一，就必须在标示上揭露。但是，具有防腐效果的化学成分远不止这24种，许多不在防腐剂名单中的添加物也能达到防腐抑菌的作用，却不需要标示。换言之，食品厂商可以声称无防腐剂，同时改加其他未被列管的隐形防腐剂来延长保存。消费者往往被这种标示蒙骗而不自知。文长安教授进一步揭露，因为消费者一看到防腐剂3个字就心生恐惧，反而促使厂商转而钻漏洞，使用一些比防腐剂更毒的物质掺入食品中。例如，业者常用的反丁烯二酸就具有防腐效果，但在法规上被归类为调味剂，用量不受限制且无需标示。这意味着食品可以标榜没有防腐剂，却添加大量富马酸等物质来防腐，而我们全然不知的把这些化学品吃进肚子，结果是无防腐剂不但不安全，反而可能更加危险。正如一项日籍学者研究所指出的，不使用防腐剂反而会提高食物中毒的风险。适度合法的防腐剂原本是为了保障食品安全，若一味追求零防腐剂，反而可能让食品变成细菌滋生的温床，对健康造成更大威胁。总而言之，不含防腐剂往往只是行销话术，并非真正纯天然无添加的代名词。当您看到食品包装上以大字宣称零防腐剂时，务必要提高警觉，仔细检视成分表，看是不是添加了其他一长串陌生的化学名字。食安专家提醒，与其迷信表面的标语，不如认真看穿标示背后隐藏的真相，以免掉入无防腐剂陷阱而误食更多对健康不利的添加物。要了解慢性中毒的来源，我们必须认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品添加物。在台湾，卫生福利部核准使用的食品添加物超过800种，分为18大类，包括防腐剂、抗氧化剂、漂白剂、营养强化剂、着色剂、香料、调味剂、甜味剂、增稠剂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吃的加工食品几乎都有添加物的踪影。有统计指出，一个普通上班族从早餐到宵夜，如果餐餐使用加工食品和饮料，每天可能摄入高达70到80种不同的添加物。听起来是不是很惊人？这些添加物各有其功能，但长期累积下来会对健康产生哪些影响？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以下列举台湾食品中几种主要添加物类别及其潜在健康风险。防腐剂，防腐剂用于抑制细菌霉菌生长，延长食品保存期限。例如山梨酸和丙酸常用在面包、糕饼中，由于毒性较低，专家甚至建议政府鼓励多使用这类毒性微弱的防腐剂来取代其他高毒性的防腐剂。但某些防腐剂毒性相对较高，例如对羟基苯甲酸酯类属于类塑化剂，防腐效果超强，却对人体有较大潜在伤害。此外，常用于肉制品中的亚硝酸盐既是防腐剂也是发色剂，能防止肉毒杆菌滋生，保障食品在储运中不腐败。
但亚硝酸盐在人体内可能转化为致癌的亚硝胺，并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2A 级可能致癌物质。因此，吃太多含亚硝酸盐的腌制肉品，如培根、香肠，会增加罹患胃癌、大肠癌的风险。防腐剂的两难在于，适量使用能保命，过量摄取却伤身。甜味剂又称人工代糖，用来提供甜味却不产生热量。在手摇饮、无糖汽水、减糖零食中，常见的甜味剂有阿斯巴甜、蔗糖素、糖精、安赛蜜等。这些代糖虽然让爱甜人士减少摄入糖分，但近年研究对其安全性提出质疑。例如，阿斯巴甜在2023年被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2B 级可能致癌物，因为有限的证据显示，高剂量摄取阿斯巴甜与肝癌等癌症风险增加有关。虽然毒理专家强调一般人要喝10几罐无糖饮料才可能超标，但这项警示仍然敲响了代糖安全的警钟。此外，世卫组织更明确建议不要依赖甜味剂减重或预防慢性病，因为有证据显示，长期食用人工代糖不但无助体重控制，反而可能增加第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早逝的风险。因此，别以为无糖可乐、无糖饼干就是完全健康，里头的人工甜味剂可能对代谢造成长远影响。抗氧化剂常被添加到油脂含量高的食品中，防止油脂氧化酸败。例如零食、饼干、泡面调料包中常见的 BHA 和 BHT 就是典型的人工抗氧化剂。这些物质能延长食品保存期，避免产生哈拉味，但在动物实验中，高剂量的 BHA 和 BHT 被发现与促进肿瘤有关。IARC 也将 BHA 列为可能致癌物质。有些国家已限制或禁用 BHA、BHT 于婴幼儿食品中。台湾法规允许在特定食品中使用抗氧化剂，但规定用量上限。我们虽不至一次吃到过量，但长期累积摄入是否会干扰荷尔蒙或引发慢性发炎，仍是科学家关注的课题。漂白剂为了让食品呈现洁白漂亮的卖相，制造过程中可能使用漂白剂。举例而言，过去制作面粉会用过氧化苯甲酰来漂白增白，虽然能提升面粉色泽，但也破坏部分营养。台湾已在数年前禁用过氧化苯甲酰漂白面粉，改以更天然的方式让面粉成熟。此外，干货食品如金针、香菇、鱿鱼干和果干常会使用2氧化硫或偏亚硫酸盐类做漂白剂及防腐剂，使其颜色鲜亮，延长保存。2氧化硫残留若超标，食用后可能刺激肠胃，引发恶心、头痛，对气喘患者更是一大诱发因子。虽然合法使用的漂白剂多半会在烹煮、泡水时部分挥发，但如果不肖业者超量违规使用，消费者仍可能一次吃下超过安全容许量，长期来看增加身体负担。除了上述类别之外，日常食品中的着色剂、增味剂、乳化剂等添加物也无处不在。我们必须强调，大多数食品添加物在合法剂量下被认为对人体急性毒性不大，短期食用不会立刻中毒。政府制定了每种添加物的使用范围和上限，在科学数据支持下认可其使用。然而，问题出在我们日积月累过量摄取的情况。一天吃进一点点也许无碍，但若每天每餐都接触各式各样的化学添加物，常年累积效果就不得不令人担忧了。长期摄取食品添加物会不会造成慢性中毒，进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许多专家开始正视这个问题。所谓慢性中毒，是指人体长时间反复接触低剂量有害物质后，逐渐累积伤害，并在日后表现出健康问题的一种状态。虽然单一添加物在实验中通常难以直接证明会导致严重疾病，但现代人饮食中的鸡尾酒效应不可小觑。数十种化学物质混合在体内，长期下来仿佛一把慢刀子，日渐侵蚀我们的健康。越来越多研究和案例指出，食品添加物与过敏、代谢异常、癌症等慢性疾病风险存在相关性。例如，人工色素就被怀疑与孩童过动症和过敏体质有关。有研究发现，含多种合成色素的饮料和糖果可能加剧儿童的注意力不集中与行为过动。部分敏感儿童摄入色素后会出现荨麻疹、气喘等过敏症状。再如，
许多加工食品含有高量的精制糖、盐和脂肪以及各种添加物，而高度加工饮食本身就和肥胖、心血管疾病、第二型糖尿病的高发息息相关。人工甜味剂近期也被发现可能干扰肠道菌相合平衡代谢，使人更容易罹患代谢症候群。更令人忧心的是，所谓内分泌干扰物质的慢性影响，某些食品添加物或其衍生物可以模仿或干扰人体荷尔蒙的作用，例如前述塑化剂 DHP。 研究显示其具有类雌激素作用，青少年若长期摄入可能导致男性女性化、女性性早熟等现象。塑化剂还可能损伤男性睾丸的生殖细胞，降低成年后生育能力。再看防腐剂，虽然本身毒性低于杀虫剂，但有些防腐剂长期累积仍可能影响肾脏与肝脏负荷。过去有推测指出，台湾洗肾人口全球居冠，除了高盐高糖饮食外，是否与常年累积摄取非法添加的有毒物质，如塑化剂、毒淀粉有关？这引发医界的高度关注。医学报告显示，一些人工合成添加物在人体内难以被完全代谢分解，因为这些化学物质在自然界并不存在，我们的消化系统缺乏相应的酶去处理，结果它们可能以异物形式被小肠吸收进入血液。肝脏和肾脏本是清除毒素的主要器官，但当每天都有新的人工化学入侵，长久下来，肝肾解毒负荷加重，细胞可能受损，甚至引发发炎反应。有科学家警告，这种持续的低剂量暴露或许会提高罹癌风险。虽然短期内我们感觉不到明显不适，但健康可能正在被一点一滴蚕食。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失调、疲倦、头痛、肠胃不适等，都可能和长期摄入食品添加物有关。当然，慢性疾病的成因错综复杂，食品添加物只是其中一环，但未经充分证实无害之前，我们宁可提高警惕，对于这些合法却不一定健康的物质，抱持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小心总比后悔好。值得一提的是，专家也强调，食品添加物的利弊权衡。添加物之所以被允许使用，是因其带来的食品安全与品质效益，如防腐防菌、防止油脂氧化、增补营养被认为大于风险。如果完全不用任何添加物，食品很可能更快腐坏，而导致急性食物中毒危机。因此，我们不能一概妖魔化所有添加物。但现在的问题在于，部分业者滥用添加物，以及我们饮食中无处不在的超量添加物，让每个人都难以幸免于长期暴露，这才是导致全民慢性中毒的隐忧。我们需要的是更透明的信息、更严格的管制，以及每个人的自我防护，来降低这些看不见的风险。探讨慢性中毒问题，不得不检视台湾目前食品标示制度和法规监管上存在的漏洞。正是这些法律灰色地带与执行落差，给了不肖业者可乘之机，让非法或过量添加物有机会流入市面。一大漏洞在于食品添加物标示的不透明。台湾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对包装食品的成分标示有明确规定，所有直接添加的单一添加物都应列出名称及用途，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然而，某些复方添加物或香料却可以用统称带过，例如成分表中常出现的调味剂、香料等字眼，看似平凡却大有文章，它们往往代表着一大串未公开的化学配方。自从2000年起，台湾取消了食品用复方添加物与香料的逐一检验登记制度，但却没有配套措施来要求揭露其成分。这意味着厂商可以将多种添加物混合成一包秘密配方，然后在标示上只消写一个笼统的名称，我们根本无从得知里面实际加了什么。合并标示的巧门让一些业者游走于法律边缘，堂而皇之的隐藏对人体有潜在危害的物质。前面提到的反丁烯二酸被当作调味剂，就是典型案例。如果不是食安专家点破，一般消费者根本不知道吃进肚子的糕点里竟暗藏工业用酸类。另一漏洞是法规赶不上创新添加物的层出不穷，食品工业日新月异，不断有新化学物被引入。然而，法规列管的添加物名单和残留容许量需要时间更新。一些新形态的添加物或加工助剂可能尚未明确规范，业者便有机会打擦边球。另外，
法规分类过于僵化，也可能被钻空子。例如，先前防腐剂名单之外的物质，虽有防腐功效，却归类在别的类别，如调味剂、酸度调节剂，导致无需依防腐剂规范来使用与标示。当消费者只盯着防腐剂3个字提防时，坏东西早已换了马甲名目，躲在暗处。执行面的困难同样不容忽视。台湾目前对食品及其添加物生产端的监管相对松散。一方面，食品添加物制造工厂未全面实施 GMP 强制认证，许多小工厂只要登录申报就能生产，政府未必逐一查厂。在欧美日等国，添加物制造通常需要严格的工厂查验和品质管控，确保产出的添加物纯度安全。但在台湾，源头管理的漏洞可能导致来源不明或制成不符规范的添加物流入市场。例如2011年塑化剂事件爆发前，没有人发现有工厂把工业级塑化剂掺进食品用的起云剂，直到事情闹大，才追查出问题产品早在市面流通多年。这说明我们对原料供应链的掌握依然不足。另一方面，即使食品包装有标示添加物，消费者也难以判读那些拗口的化学名称，更别说知道其制造来源。目前法规并未强制揭露每一项添加物的供应商或产地。当食安事件发生，要往上追溯问题，添加物从哪里来，经常耗时费力，而信息不透明，也让黑心业者有空隙隐藏于复杂的供应网络中。这几年政府陆续强化食品追溯追踪系统，但在添加物领域，信息公开仍有改进空间。只有当消费者能轻易查询每种添加物的性质、安全评估和来源，我们才能真正安心。综上所述，台湾的食品标示与监管还存在不少漏洞，从标示用语模糊、复方成分不透明，到法规落后、稽查能力不足等，这些漏洞如果不补上，黑心事件就可能一再重演。而这些制度缺失的代价，最终都是消费者用健康来承担。我们期待政府相关单位正视问题，加速修法补漏，让法规跟上食品科技的脚步，并加强稽查执法的力道。当然，在制度完善前，每个人都必须有危机意识。毕竟食品安全再多法令，如果执行不力，或业者处心积虑钻空子，受害的还是我们的身体。台湾过去10多年来，接连爆发多起轰动的食品安全事件，其中毒淀粉事件与塑化剂事件尤为典型，给我们留下了惨痛教训，也揭示了慢性中毒对国人健康的威胁。毒淀粉事件发生在2013年，被曝光时震惊社会。多家不肖厂商为了让食品口感 Q 弹耐放，竟在制造粉圆、板条、芋圆、粉果等常用的淀粉制品时，违法添加工业用的顺丁烯二酸酐来制成所谓化制淀粉。这种化学原料根本不是食品级添加物，美国 FDA 明令禁止将其加入食品。它的毒性相当可怕，顺丁烯二酸酐在体内会转化为顺丁烯二酸。动物实验显示，小狗若一次摄入9马康的顺丁烯二酸，就会造成肾小管坏死，更高剂量会引发急性肾衰竭。长期喂食20曼嘎，给大鼠则导致肾脏病变。对人类而言，慢性摄入可能造成蛋白尿、糖尿，最后发展成慢性肾衰竭，甚至需要洗肾。毒淀粉事件爆发后，几乎所有台湾人这才惊觉，原来市面上许多 QQ 有弹性的粉圆、板条、甜点竟暗藏这样的毒素，长达数年。更骇人的是，由于马来酸酐未列入食品添加物管制名单，厂商仅标示食用化制淀粉，或干脆不标示，消费者根本无从辨识。这起事件迫使上千项相关产品下架，民众人心惶惶，许多夜市小吃名店都受牵连。专家怀疑，台湾多年来慢性肾病高居不下，毒淀粉可能就是幕后黑手之一。事后政府对化制淀粉的管理加强，要求产品标示更清楚，并提高稽查频率。然而，毒淀粉事件留下的阴影告诉我们，当食品业者为牟利不择手段时，一整代人的健康都可能被慢性毒害。再看更早的塑化剂事件，这起事件被称为塑毒风暴，因其影响范围之广、历时之久，令人触目惊心。事情起因是有厂商在食品添加物起云剂中违法掺入大量工业用塑化剂作为替代原料。起云剂
本是饮料、果汁中常用的添加物，可让饮品呈乳白浊状，但黑心业者竟然把有毒的塑化剂当作起云剂原料卖给下游，导致市面上上千种饮料、果酱、果冻、营养补给品，甚至儿童饮料都受到污染。更可怕的是，据估计，这种违法行为可能持续了将近30年而未被发现。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0-30年间，都可能每天喝着含塑化剂的饮料，却浑然不知。塑化剂是一种环境荷尔蒙，长期摄入会干扰儿童的性发育，使女孩提早发育，男孩女性化，还可能损害肝肾功能和免疫系统。事件爆发后，全台相关产品紧急下架回收，数十名涉及造假的业者被法办食品 GMP 标章的公信力也因此重创，社会舆论哗然，大家惊呼台湾人竟吃了几十年塑化剂。虽然经统计暴露量后续风险未如想象中严重，但这场风暴仍造成无法估计的健康伤害和心理阴影。政府随后修法，将塑化剂列为毒性物质严格控管，并大幅提高食品造假处罚。但塑化剂事件教会我们，当法规漏洞和不良商人贪念交织，整个国家都可能变成慢性毒物实验室，而我们的孩子就是实验对象。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除了上述2大事件，台湾还经历过劣质油品事件、毒奶粉事件、黑心酱油事件等等，每次都在挑战食品安全底线。好消息是，经历这些风暴后，政府和社会大众的食安意识明显提升，相关法规，例如《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经多次修订，加重了对掺伪造假的刑责，也建立了吹哨者机制、食品追踪追溯系统等防护网。食品业者现在也不敢轻易铤而走险使用禁药，因为一旦爆出丑闻，公司名誉和股价将万劫不复。然而，食安问题绝非就此绝迹，近年来仍偶有食品被验出违规添加禁药、非法色素、杀菌剂残留超标等新闻见报。食安之战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稍一松懈，黑心手法又会卷土重来。我们只能以过往事件为鉴，不断催促政府把关，也提醒自己保持警觉。慢性中毒的可怕在于它悄无声息，等到问题爆发，往往为时已晚。因此，对每个消费者来说，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提高防范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回避风险。面对食品添加物的夹击与法规可能顾及不到的角落，我们作为消费者并非全然无力。以下是一些日常选购食品的实用原则和技巧，帮助您减少慢性中毒的风险，保障自己与家人的健康。1. 仔细阅读食品标示，学会看成分表。购买包装食品时，不要只被正面的广告语吸引，务必翻到背面成分表细读。配料表通常按照含量多寡排列，成分项目越少越接近天然原型。如果您看到一长串化学名称，而且排在非常前面，表示该食品高度加工，添加物不少，特别留意防腐剂、色素、甜味剂等关键字，例如亚硝酸钠、苯甲酸钠、阿斯巴甜、蔗糖素、红色40号等等。当然，不需要每个名称都了若指掌，但可利用政府提供的食品添加物查询系统或网络资料来了解陌生添加物的性质。重点是，成分不清楚的食品尽量别吃，多一分认真和耐心，就少一分风险。2. 提防夸大或模糊的标榜。食品包装上的宣传用语五花八门，例如无添加防腐剂、纯天然、零人工色素等。这类标示有时经不起推敲，属于自我宣称而非官方认证。例如前面谈到的，不含防腐剂可能暗藏其他化学物，纯天然也可能只是一部分成分天然，其余仍是人工添加。如果您看到无添加字样，反而要多长个心眼，到底没添加的是哪种物质？有没有其他替代物？聪明的做法是看完整成分表，印证厂商的说法，而非只看包装正面大字报，喜不报忧。3. 选择新鲜、少加工的原型食物，这是远离添加物最有效的方法。日常多购买当季新鲜蔬菜水果、肉类、鱼类、米面杂粮等，自己烹调，掌控食材来源。相对地，少吃罐头、腌制品、加工零食、冷冻调理包等超加工食品。原型食物本身通常不含人工添加物，
是最接近自然的选择。比如，把饼干点心替换成坚果和新鲜水果，汽水改成白开水或现泡茶饮。自己下厨虽稍费功夫，但能减少许多隐藏的化学风险，也是对家人健康负责的表现。4. 善用食品的天然保存方法，不靠人工防腐剂，我们也能利用传统智慧，让食物安全保存。一些标榜无防腐剂的食品，如果能证明以其他安全方式保鲜，其实未尝不可选购。例如，冷藏或冷冻保存的食品，通常无需添加防腐剂，只是保存期较短，要注意有效日期，尽早食用完毕。又如干燥、腌制也是古老的食物保存方法，利用降低水分活性来防止微生物生长。传统的蜜饯、腌制、腌菜虽然含糖含盐较高，但如果在家自行少量腌制，至少不会额外添化学剂。当您看到一款产品既宣称无添加，又能常温放很久不坏，那就要怀疑是否不合理了。一般而言，保存期超长的常温食品几乎都加了防腐或抗氧化剂，否则就是经过高温杀菌密封。所以购买时可留意保存期限，常温下标榜能放1-2年的饼干零食，添加物通常不会少。5. 注意食物的外观与风味是否过于完美，鲜艳夺目的色泽，浓郁强烈的香味，异常 Q 弹的口感，往往意味着添加物在发挥作用。天然食材的颜色和味道不可能像人工调配那样夸张，比如颜色鲜红的猪肉丸，看起来洁白如新的笋干，可能用了色素或漂白剂。奶香浓郁的面包可能添加了香精，入口即化的鱼丸、贡丸，弹性来源可能是磷酸盐或其他凝固剂。凡是感官上好到令人起疑的食品，都该多问一句，它是怎么做到的？培养这种质疑精神，能帮助我们避开许多雷区。6. 适当挑选有信誉的品牌和认证。虽然塑化剂事件让 GMP 标章名誉受挫，但一些可靠的大厂和认证仍可做参考。至少大型品牌比较不敢铤而走险使用禁药，因为一旦爆出问题，损失巨大。而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的产品，生产流程较严谨，发生违规的几率相对较低。当然，这不是绝对保证，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选择公开透明度较高，愿意提供检验报告和来源信息的业者，总是比较安心。此外，可多利用消费者保护团体或政府公布的不合格产品名单，随时更新自己的黑名单。7. 餐饮外食也要多留意。不少人平时少买零食、包装食品，但每天在外用餐，其实也可能接触到过多添加物。例如，一碗卤肉饭的卤汁可能加了色素增色，自助餐熟食为防止隔夜变质，可能撒了防腐剂，饮料店的五彩粉圆、缤纷果糖充满人工香料色素。由于现煮现卖的食物无强制标示义务，我们只能靠经验判断和店家的良心，所以尽量选择卫生信誉好的餐厅，对味道异常鲜美或颜色异乎寻常的菜肴心存疑虑。如果可能，跟店家询问是否添加了味精、色素等，如果对方支支吾吾，自己就要小心斟酌了。8. 培养孩子自然的饮食喜好。家庭中，孩子往往是对缤纷零食饮料抵抗力最低的一群，也最容易受添加物影响。父母应该从小教导孩子少吃糖果饼干，少喝含糖饮料汽水，可以多用新鲜水果制作甜点，或用果干坚果取代糖果。当孩子味蕾习惯天然食物的淡雅滋味，就不会迷恋化学调配出的强烈口感。这不仅预防慢性中毒，对预防肥胖、保护牙齿也大有益处。总而言之，我们无法也无需做到零添加物摄取，但可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曝光。落实上述原则，您并不需要活在食品恐惧中，也能享受安心美食。食品添加物如影随形的存在，但您的选择权永远在自己手中。选择阅读标示，选择天然食材，选择信誉品牌，都是在为自己的健康把关。别忘了，安全的饮食习惯本身就是最好的解毒良方。看完以上种种，您是否跟我一样感到震惊又愤怒？长久以来，我们在便利与美味的名义下，吃进了太多看不见的毒素，而这些隐形杀手不会让人当场倒下，却会在日积月累中削弱健康，甚至引发难以逆转的慢性疾病。这就是慢性中毒的残酷，慢慢地毒，
静静的来，等你发现时已经太迟。但是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绝不能因此陷入恐慌或绝望，相反，我们应该化愤怒为力量，从今天开始提升食安意识，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奋起行动。全民觉醒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当越来越多消费者关注食品添加物的真相，黑心业者就越没有市场。当选民要求政府强化监管的声音越大，法规漏洞补上就越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食安的防线上发挥作用。请记住，食品安全是基本人权，我们有权利知道吃下肚的每样东西是什么，有什么风险。我们有权利拒绝不必要的添加物侵害。我们或许无法一夕改变大环境，但可以从日常小事做起。逛超市时留意标示，多支持良心生产者，遇到可疑产品时勇于向相关单位检举。每一分付出都在为干净的饮食环境累积力量。最后，我们呼吁全体台湾人团结起来，共同重视食安，别再对食品包装上的华丽标语照单全收，别再对舌尖上的异常美味掉以轻心。让我们睁大双眼，携手监督，迫使业者回归良知，政府守住把关。我们要向慢性中毒大声说不，拒绝让下一代继续成为化学物实验品。食安需要你我的参与，每一次理性的选择，每一个勇敢的提问，都是在为改变助力。